但是我愿妃之心，天地可见。收复失地，迎魂而生，此事一日不达，我就算死了，也难以瞑目。睡了，来，好白龙驹，来，吃这些草料，跟我上阵杀敌。太阳冲锋陷阵，什么时候落在别人后面？你说是不是？吃，快吃啊！大白，吃吧。官人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跟大白说话呢。官人，你喝多了。你喝多了。谁喝多了？不要拉我，我要跟大白在一起。你要和大白去哪儿呢？我们当兵打仗的，衣不卸甲，马不离鞍。你磕头赔款，那不是在羞辱咱们吗？官人，大白他已经死了。你想开点儿。你说什么？大白已经死了。怎么可能？大白死了？大白怎么可能死？他和我岳飞打了100多场仗，一次也没败过，谁能杀得了他？金兀术吗？我就知道不是他。这些卑路见了我岳子大旗，都要绕道而行。怎么敢稍进一步？那又是谁呢？魏齐、刘寇，那就是皇上了。不，一定是秦相爷。对了，就是他了。大白啊，大白，你跟了我那么久，赴汤蹈火，出生入死，没有让你死在沙场上，却让你死在了庐山。你是不是嫌我无能？让你英雄无用武之地，让你窝囊受气而死。官人，出生20-30年的命，受尽而终也是常情。你不要想多了。
睛看不见，什么都看不见，看不见这是哪儿，看不见该往哪儿走，看不见。官人，官人。官人，什么时辰了？进子时了吧？这儿这么静，没人来，也没人掌灯。不过在这里躺躺也挺好。啊，不用看外人的脸色，不用理会山下的辱没。官人，灯在这儿，你看不见吗？我看不见了，我真的看不见了。让我出去！官人，让我出去！你不要这样，都是我做媳妇儿的不好，你难受就冲着我来好吗？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娘要是知道该有多心疼啊！小娥，是我。我这双眼不会就这么瞎了吧？不会的，不会。我现在就去把素素姑娘找来，好不好？不，不要再打搅他。与其让我睁着眼看他们倒行逆施，不如让我闭着眼睛，落得个心里面清静。事情一定会有回转的余地，咱们先把眼睛治了，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好呢？对不对？爹，爹，你说我现在还能干什么？当兵打仗，没机会，没机会了。即使有机会，我岳飞还能立于朝堂之上吗？即使我能立于朝堂之上，我这双眼睛还能做什么？爹，我什么都做不了了，我连庄稼都不能种了，庄稼苗也看不见了，我已经看不见锄头，摸不着犁了。老天爷，你不公道，你何其残忍呐！你不仅让我回不了家，你还不让我往北望一望。再这样下去，
让我客死庐山，让我变成一个没人要、没地儿收的孤魂野鬼呀！爹，官人，你别说这些丧气话，再苦再难，我们也要把孩子带大。就算咱们回不了唐营老家，也得让孩子们回去，是不是？啊？我酒后失态了，我的眼睛，我自个儿心里面清楚，过些日子就会好的。这些事情，别让外人知道闹心了。回吧。屋在这边。合议之后，秦桧独揽大权，满朝文武莫不为之三分。为了排除异己，制造冤案，残杀政敌，朝中很多的忠良志士，包括赵鼎大人，全都惨遭其迫害。朝廷留用了原来的官吏，派兵前往陕西、河南一带驻守，但城防虚弱，不堪一击。更是明令禁止过界招纳从北边来的豪杰，若有来头者，必须送还京城。你把军权交给了张宪，王贵天天闷闷不乐，不服张宪的指挥。大哥，王贵可是跟着你一起从汤阴打出来的老兄弟啊，资格最老。照这样下去，恐怕是要出事啊！大哥，金兀术在经营扬言，能敢战者方可言和。他们正厉兵秣马，暗自训练铁浮屠。金宋天眷议和之后，双方以和为界。大宋以为相安无事，哪知那金兀术野心勃勃。他认为，如果宋军北上，必然撼我中原民心，必须要先发制人，不给予喘息的机会。于是他练起了铁浮屠、拐子马。不到1年，便撕毁合约，倾全部兵力，大军南下。这一次，金兀术是势在必得。
争，皇上将乌棱思谋大将军调拨过来，随大军配合作战。咱们第一步要做的是，把上次和议割还给宋人的土地收回。夏金乌，你带兵攻陕西。是。乌棱思谋攻东路。是。我会亲率主力大军攻汴京。这些地方，宋人未派兵守卫，我们不用1月，便可全部收回。是。四太子，所有人都安排好了，那我干什么？哼，你就配合我打陕西吧。你好了，韩将军，你随我一同攻打汴京。是，不能进去！四太子，你不能进去！四太子，放开我！我有话要对四太子说。退下。四太子，蒙莫未干，口血犹在，若要开战，那岂不是言而无信吗？你住口！宇文虚中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两方修好和议已成，而你杜冲却在此煽风点火，蛊惑军心，你到底什么居心？宇文虚中，我不打他，他就来打我，我对你不薄，你怎么还向着宋人说话？我并没有向着任何人说话，我只是担心四太子你做出背信弃义之事，会令天下人所耻笑。既然为我考虑，此次南征，你随我左右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高见。四太子，如果你不要再说了。爹，这次我们去哪儿啊？你不是在这住不习惯吗？咱们一起回家。我们还能回去吗？这次他非要逼我随他南下，刚好有机会，带上你们一起前往。那你呢？放心吧，娘，我自有办法。爹，爹，咱们不用害怕，咱们有岳飞，岳飞会保护我们的。岳飞？对，家里的人都在说他的故事，说他可神了。哦，外面的金人都在怕他，家里的人都这么说。嘘，你不要命了？小宝，小声给爹说说。哎，好吧。小鬼小鬼最怕谁？祈福驱邪靠钟馗。乌珠乌珠最怕谁？保家卫国属岳飞。谢皇上，大金的勇士，你们是苍鹰之子，铁血之师，此番南下，不胜不归。不胜不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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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胜不归。
是啊，原本还以为天下真的要太平了，这下可好，怎么办呢？什么怎么办呢？得指望岳飞呀！秦大人屈膝求和政策，看来是破产了，他的日子难过了。嘘，你不要命了？怕什么呀？所以才签了1年，现在多少弹劾奏折到了皇上那儿，秦大人能不能逃过这一劫啊？哎，还不好说呢。啊，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。谢皇上。宋金议和不到1年，秦人就私自撕毁协议。诸位爱卿，你们有何高见啊？当日秦大人力主和议，如今金人毁约南侵，秦大人理应引咎辞官。陛下，臣以为，如将金人南侵归咎于秦相国，有失公允；如若另行启用他人，后来者未必贤于前人，请皇上三思，不要使小人趁虚而入。皇上，大难之时，绝不是追究谁责任的时候啊！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应当跟大家商议一下，如何阻挡金人的铁蹄。对呀，是啊，张大人说的没错，说的有理啊。韩大人，你怎么看？启禀皇上，臣素来知道秦大人深谋远虑，常人只能看到1、2步，秦大人却能看到5、6步之外。今日之局面，想必秦大人心里早有打算，不妨听听秦大人的高见。皇上，上书有云：“得无常师，主善为师。”之前金人有割地讲和之意，故微臣赞陛下取河南固江。可如今金兀术拜蒙来战，何意已变，故微臣赞陛下定调伐之计。微臣愿与韩帅、张帅同力招讨。金人10万大军南犯，非得3军同心同德，合力作战不可。特别是岳家军，是我大宋这些年来的抗金之主力。岳家军之所以厉害，是因为岳家军有一个杰出的统帅岳飞，但是现在岳飞却罢官在庐山。依我看，得先把岳飞请下山，否则说什么都是一纸空谈。可是皇上3番5次请岳飞下山，他都拒不下山，又该如何是好？秦大人，之前岳飞负气上山，便是因为不赞成和议之策。如今岳飞不下山，怕也是对你心有芥蒂。请岳飞下山之事，就交由你来办。正所谓，将相和，则国兴盛。秦大人，你要多费一点心思。臣遵旨。传令下去，以节度使官衔，银500两，绢500匹，田100顷，悬赏擒拿金兀术。是。张俊、韩世忠，臣在。由你2人出任河南北路招讨使，持兵应战。
臣遵旨。就这样，退朝吧。退朝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官人，哎，喝点汤吧。怎么这么多汤啊？哎呀，平时你那么累，补补身体嘛。我都是快死的人了，补什么补啊？官人，你怎么净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呀？今日早朝，皇上命我请岳飞下山。要是请不来，我命休矣。要是你去请，那岳飞肯定更不愿意下山，这怎么办？现在回想起来，皇上让我复相，他根本就没安着好心。明明是他想和议，却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，让我做他的替罪羊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岳飞不下山，皇上必然迁怒于我，我是难逃一死。岳飞若是下了山，挥师北上，打胜了回来，我还是要一死。横是死，竖是死，伸头是一刀，缩头还是一刀。看来这次真的是难逃一劫。好了，你就别在我面前转来转去了，我头都昏了。把汤端走吧。你心里有火，别冲我嚷嚷啊！你眼瞎了呀？这么大的地方，你存心烫死我你！这个贱人，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你就是小管家，这个贱人你！爹，爹，什么东西啊？娘让我准备了几副药材，给你熬汤用的。希儿，多做点正事，别成天围着你娘转。哎，爹，孩儿知错了。爹，您为何烦恼啊？知道吗？皇上交给为父一个重任，请岳飞下山。知道，不是，这有什么难的呀？这不就爹一句话的事儿吗？皇上的话他都不听，能听我的？再说了，他岳飞对我恨之入骨，巴不得看着我死。唉，这以后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。看来皇上是真的想把我给逼死。爹，不管怎么样，还是得先让岳飞下山呢，要不咱眼前的这一关都过不去。那你有什么好主意啊？哎，爹，岳家军有几个兄弟跟岳飞感情特别好，要是拿他们的人头做威胁，岳飞肯定下山。那岳家军还不得反了吗？
爹，不用找那么多人，就找一个跟岳飞关系最好的。谁跟他关系最好？王贵。下盘不稳，起来收练。是。都给我听好了，此时不用功，战场上如何杀敌？继续练。圣旨到！圣上有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限王贵于10日之内请岳飞下山试事，如为时不到，军法纠办。钦此。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前面就是张用的馆子了，赵姑娘，你先在这里住上一段日子，等风声没那么紧了，我们再做打算。谢谢姐姐。怎么回事？张用兄弟惹上麻烦了。下马。哎，行，你慢用啊。哎呀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这大名鼎鼎的岳太尉，竟然避居在这种荒山野岭里。俺们岳大哥呀，一向是喜欢吃苦，虽说是自讨苦吃，可他是身在苦中不知苦啊。哎，这是咱们常人不能体会的境界呀。算了吧，他自己吃苦也就罢了，把我们都牵连的下了苦海了。哎，这次岳大人要是不肯下山回去的话，那我们回去之后，皇上那是会要了我们的命的。莫启大人，你也……皇上也给我下了圣旨啦。如果岳大人10日之内不肯下山的话，那我就不用再回去了。哎，来了，哎，万大人，慢你个头啊！那个字念莫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莫大人。哎呀，张用啊，你就别逗莫奇大人了。哎，那个莫奇大人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开个小玩笑。来，这是我们家的羊肉，可是方圆100里第一家。你现在要是不多吃点啊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多吃点啊！哎，王贵，你也尝一尝，这可是兄弟我亲手做的。我现在他还哪吃得下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王同志大鱼大肉吃多了，已经吃不惯我们这种野味儿了。你知道什么呀？皇上让我们去请岳大哥下山，要不然的话，不然怎么样？皇上要寻死啊！哎呀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开这种玩笑？不是皇上要死，是皇上要我们的命。哎，莫奇大人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这王贵，王将军吗？错，他不仅是王将军这么简单，他是岳飞最好的兄弟，啊，他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一起练武，一起从军。岳飞能有今天，啊，
王贵是立了大功的，啊，他跟岳飞一起同生共死，只要王贵一句话，岳飞肯定下山，他一定会给王贵面子的。啊，你这话当真？王将军，那这件事情可是全都仰仗您了。不敢不敢。杨勇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这么油嘴滑舌的。哎，一会儿你跟我一同上山去见大哥，你也帮我说道说道。哎，正好我给岳大哥送点羊肉过去，他们家那个小民子啊，最爱吃我做的羊肉了。哎，莫奇大人，别光说呀，来，快尝尝尝尝。闻到了，这肉啊，确实不同凡响啊！来，莫奇大人请。好。莫奇大人，这边啊，你前边带路。好。秦桧手下的红人莫西信，他来干什么？他怎么跟王贵和张亮在一起？走，去看看。杜亚荣。啊！素素，梁小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莫七信和王贵来干什么？他们是来请岳大哥下山的。听说皇上下了旨，要是岳大哥不下山的话，就砍了他们的头。我们在临安也听说了，要是岳大哥不下山的话，砍的就不是他俩的头，而是秦桧的头。那就希望岳元帅不要下山。这位是。这位是赵鼎赵相国之女小满，他们一家被秦桧所害，暂时在你这住下，避一下风头。哎，好，没问题。大脚丫，给赵姑娘收拾一间房。好嘞。我们这儿啊，虽然比不上相国府，却是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。赵姑娘，你就安心在这住下吧。打扰了。大哥，大哥，你开开门啊！大哥，大哥，你开开门，我有话对你说呀！大哥睡下了，有话明天再说吧。大哥，你开开门呐！我有话对你说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开开门！你别拦着我！莫奇大人，李氏，你把门打开，我要见岳爷，我有话要跟他说。说完这句话我就走。有话明天再说吧。什么？明天？明天我的脑袋就会被皇上给砍了。与其被砍了头，我还不如今天死个痛快。王贵兄弟，咱们来生再见吧。莫奇大人，你别拦着我！你别拦着我！莫奇大人，你。山河锦绣，多少笙歌流，画着六湖龙歌风楼。北国悠悠，青山万里走，策马天涯，何处望神州？情难写，意难结，缘难留。云天高，复鸣炮，壮志酬。狼烟起，谁敢借我刀剑问沧桑？胡马闯，誓要当今滔天作浪。踏过风浪，任青丝化成霜。被疯狂，一边直渡万里战四方。
过伤，何妨忠魂埋骨他乡。不会一场，岂止泪湿柔肠？唱歌一曲日暮天涯又相望。狼烟起，谁敢借我刀剑问沧桑？不把闯，是要当今滔天浊浪。踏过风浪，任青丝化成霜。对疯狂，一边直渡万里战四方。跑过伤，何妨忠魂埋骨他乡。不会一场，岂止泪湿柔肠？尽忠一生，历练受尽。